男人只因多看了这一眼，便花光积蓄买下2栋废弃石屋，用1昆年时间将其改造成梦想家园。今天马丁刚拿到钥匙，就带着一车装备来到新家。由于石屋常年无人居住，里面已经布满灰尘、落叶、沙土，老马也顾不上太多，先煮杯咖啡压压惊。改造的事等日后再说。很快夜幕降临，好在马丁带了几个蓄电池，让这废弃已久的石屋再次点亮。第二天一早，马丁拿出太阳能板临时摆放，首先给电池充上电，又在房子角落找到了他家的水表。幸运的是，即使在海拔1200米的山上还能用上自来水。不幸的是，冬天结冰把水管撑爆了。不过好在最重要的水和电已经解决。他在附近寻找到了水管的源头，计划以后再更换新的管道。老马回到室内，清空了前主人遗留下的木材，将地板上的灰尘落叶打扫干净后，发现这100年的地板竟然还如此完整。正好这间房就暂时作为他临时居住的地方。由于现在已经开始入秋，山里的夜晚非常寒冷，一个温暖的壁炉自然必不可少。于是老马开上他的2手车到镇上采购。说到2手车，线上如何买到心仪2手车呢？打开懂车帝，进入首页2手车板块，点击买2手车，优质车源一目了然。除了最基础的品牌车源信息以外，有超多品牌的降价车源、限时补贴、同款低价等活动，同时能看到心仪车的市场成交价，买没买贵一眼就知道，帮你选到心仪2手车。在安装壁炉之前，老马先弄来一开110斤的石板作为壁炉底座，防止它的100年地板被烧穿。接着开始组装烟囱管道。随着一股青烟缓缓升起，老马的新家终于有了一丝烟火气。回到家的老马还发现了一些新邻居。由于石屋的窗户很小，为了得到更多的光线，马丁请来测量人员评估是否可以拆除一些墙壁。毕竟这石头垒砌的房屋，借他10个胆也不敢乱动。经过他们一番实地考察，测量员表示十分困难，得加钱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意大利，如果要改变房子的主体结构，还必须要申请建筑许可证。被劝退的老马决定先给太阳能板安个家。他拿出手机找到太阳活动的方向，然后用木板制作出一个支架，就能架上太阳能板，让它充分的享受日光浴。接着又在旁边利用胶合板搭建出一个配电箱。不会水电的木工不是好的摄影师。再把蓄电池和逆变器给组装好后，马丁还给配电箱刷上一层防腐漆，并在电箱侧面设置了开关和电表，以后电池的状态便能一目了然。老马每天除了工作几个小时，闲暇时最喜欢的就是徒步欣赏周边的美景。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邻居家。邻居是一名天主教的牧师，住在山背面的一栋2层石屋。牧师热情地接待了马丁，向他展示了自己种植的花卉和蔬菜，以及硕果累累的温室大棚。而回到家的马丁第一件事竟然是给他的配电箱装上一把锁。山里的天气诡谲多变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整片树林都被渲染成了红色，但是马丁却来不及欣赏这番美景，因为此时他的石屋正在滴水，可以看到顶部的横梁明显开始腐化。由于屋顶上都是这种厚重的石瓦，老马也只能暂时用石块找补一下，后续再对屋顶进行全面的修缮。入秋后天气是越来越冷，为了在下雪之前储备过冬的柴火，马丁抄起油锯对一棵发育不良的桦树动起了手，让他有机会在壁炉里为寒冬发挥余热。由于每天进进出出，这100年门板也终于不堪重负夺眶而出。好在马丁上山时早有准备，他搬出从爷爷家拆下的新门板，经过测量后先给他来个截肢手术，然后往门框上一扣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。为了让门板与石墙严丝合缝，在固定之前，老马先拿出角磨机和锤子，将墙壁两边凹凸不平的石头磨平整，确定门框保持笔直之后，才放心的打入钢钉进行固定。在将门板装上去之前，老马还安装了一个新锁头，毕竟在这荒郊野岭，防盗性能必须拉满。由于前段时间马丁回到城里忙着出版他的新书，当他再次回到石屋时，山上已经开始下雪。老马检查了一下房屋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虽然屋顶漏下来的水已经结冰，不过好在他事先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防水布。接着老马重新将太阳能板和电池安装好，给石屋重新通上电。往后的日子里，马丁将会全身心的投入到石屋的改造工程。由于2栋石屋都是独立的建筑，所以马丁计划将一栋改造成配备浴室厨房的自己住，另一栋则打造成带独立卫浴的客卧，方便以后招待朋友和粉丝。于是老马开始清理1楼的小房间作为浴室，而为了使浴室的空间更大，马丁决定先清理掉屋内的垃圾，然后再向下挖掘一定的深度。目测这小房间应该是前主人家的牛棚，漫天的灰尘还夹杂着一股奥利给的芬芳，即使戴着防毒面罩依然非常的上头。随着一车车的垃圾清理出去，马丁继续往下挖掘，很快就挖到了岩石层。为了防止破坏石屋的地基，老马也不敢挖得太深。由于天气越来越冷，虽然石屋有壁炉的加持，
但没有窗户，热量无法保存。一到夜里，只有面向壁炉的一半身体感受到温暖，另一半则被冻得直哆嗦。所以马丁这几天晚上只能到山下的房车里过夜。但是石屋的改造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于是马丁灵机一动，决定在石屋内打造一个房中房作为临时住所。他用买来的方木先搭建出房子的框架，窗户正对着石屋的窗框，以保证房间里能有充足的采光。然后在框架上安装上门板，为了保证房间足够的温暖，墙体框架还要塞上一层保温材料。接着才开始用木板对墙体和屋顶进行密封。临时搭建的房间虽然狭小，但相对于露营房车来说，舒适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而为了保证房间足够的温暖，马丁还在窗框贴上了密封胶条，保证不会走漏半丝暖气。接下来，马丁计划开始先对屋顶进行升级改造，毕竟漏风还可以接受，漏雨那就绝对不能忍。他首先绘制出了详细的图纸，不过在动工之前，为了能够搬运屋顶沉重的石块，一台起重机就必不可少。好在老马有着一颗聪明的脑袋，他决定花点时间自己动手制作。只见他搬来2块厚实的木板，按照图纸将两头锯出45度斜角，然后2块木板中间加入厚实的木块，在木板中间预留出安装绞盘的线槽，再用螺栓将2块木板合为一体，作为起重机的吊杆。接着，马丁在吊杆的另一端凿出几个方形的小孔，分别往里插入带有凹槽的方木条。方木两头的凹槽里嵌入一根钢管，制作出轨道，就能将配重小车给安装上去。有了可移动的配重装置，在使用时就能通过调整配重的位置实现吊杆的平衡。在制作底座之前，马丁还自己动手焊接了起重机的回转支撑。没想到老马不仅精通水电，竟然还是个顶级焊工。接着老马才开始制作起重机的底座，他先用方木制作出一个方形底板，增加受力面积，上面再固定上一个木盒，顶部则用一块开好孔的木板进行密封。完成后就能将焊接好的回转支撑插进去，用来支撑吊杆，使起重机能实现360度旋转。虽然现在马丁自主研发的起重机已经制作完成，但由于还没获得建造许可证，屋顶的改造工程还不能马上开工。老马决定先修砌一张户外野餐桌，检验其实用性。他找来工具，先将草地挖平，上面铺上一块石板作为底座，然后用石块和水泥砂浆修砌出2个桌腿。而为了让桌腿看起来更加的美观，老马还用砂浆给它们做起了美缝。等待桌腿干燥的时间里，老马开始搬来起重机进行组装。他打算将这块大石板搬上去作为桌面，虽然理论上是行得通，但第一次使用，说实在的，老马心里也没有底。考虑到手动绞盘比较费劲，如果一个人操作根本不可能，于是，在朋友的建议下，他们将手动绞盘升级成了电动的，同时还搭载一个电瓶作为动力来源。第一次尝试时，由于石板实在太重，固定绞盘的木板竟直接裂开。经过修复后，两人进行第2次尝试。虽然经过加固，绞盘确实能将石板给吊了起来，但却把电瓶直接干没了电。最终还得是手动的比较靠谱。启动一次只需消耗1个鸡腿和2片面包。最后在2人的努力下，利用起重机终于成功的将这块重达300公斤的石板给装了上去。马丁石屋的改造工程现在已是万事俱备，只要拿到建筑许可证就可以开工了。然而直到第2年的春天，马丁依然没有等来建筑许可证。不过期间他也没有闲着，马丁给新家更换了全新的自来水管道，还在菜园附近也装上了水龙头。2个多月没洗澡的他更是迫不及待地把热水器给安排上，现在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洗上个热水澡。至于曝光问题根本不用担心，毕竟方圆10公里内也只有山的另一头住着一个牧师。不过门前这裸露的水管实在不符合马丁的审美，于是他把地上的石板给撬了起来，将水管埋入地下之后，再重新将小路给铺设好，并在石缝撒上草种作为点缀。而为了保护其余裸露的水管，最好的方式自然也是将它们埋入地下。但是老马终究还是低估了阿尔卑斯山，他使出了吃奶的劲，也才挖了不到2米，看来这奶真是白吃了。
于是第二天一早，马丁便动用超能力摇来了一台小型挖掘机，沿着房屋周边挖一条直通菜园的沟渠。有了大玩具的加持，这活干起来简直不要太轻松。而在开始填埋水管和电线之前，细心的老马还给电线套上一层绝缘塑料管。接着精打细算的老马趁着大玩具还在，趁着夜色附近挖了个大坑，后续就能在上面搭建个旱厕用来沤粉。而随着天气开始变暖，原本搭建在石屋内的房中房保温性实在太好，再加上各种蚊虫的叮咬，已经让马丁苦不堪言。为了改善居住环境，马丁决定到户外搭建一个帐篷作为临时住所。他挑选了一处地势较为平坦且视野极佳的位置，用石板垒出地基进行找平，然后开始用方木在上面搭建出底座的横梁。严谨的老马在搭建时都要用水平尺对方木进行测量，确保每一根方木都处在同一水平。接着才开始用木板将横梁进行连接固定，形成一个正八边形的底座，并且还搭建出了入户阶梯。之后再用木板对底座框架进行密封。由于密封的木板都是由外向内一圈圈逐渐变短，因此每一块木板都需要经过精准的测量和裁切之后才安装上去。由于马丁经常到山下购买物资，结识了很多山下的年轻人。今天他们结伴上山找马丁玩耍，老马也丝毫不跟他们客气，拼了命的安排他们帮忙干活。而作为回报，老马还拿出一直舍不得吃的烤肠招待他们。毕竟这么多免费劳动力和一顿饭孰轻孰重，老马还是拎得清的。有人帮忙固然很轻松，但孤军奋战才是常态。送年轻人下山后，老马继续搭建他的帐篷。他将骨架拼接好后，将帐篷支棱起来，四周再用绳索拉至固定，搭建好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个蒙古包。接着老马继续用木板搭建出门前的露台和阶梯。在检查了一遍帐篷的牢固性后，马丁才开始将家具搬了进去。这临时住所不仅通风透气，还能防蚊虫叮咬。老马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访，马丁的生活也越加的充实，不是安排他们挖掘滂臭的地下室，就是忙着指挥大家搬运沉重的石板。而为了犒劳这些免费的劳动力，马丁自然也不能小气，不仅亲自动手制作拿手的烤面包，还拿出啤酒烤肉招待他们。不过眼下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马丁还没搭建好厕所，毕竟这么多人户外解决稍不留神就很容易踩雷。不过好在之前马丁已经把粪坑给挖好，现在只需用方木搭建出底座的框架，然后上面再铺设上木地板，就可以将墙体框架沿着底座固定上去，最后再用木板对墙体和屋顶进行密封，再将马桶给安装到位，一个优雅的旱厕就完成了。至于为什么不装门板而选择门帘，马丁解释就是喜欢这种通透的感觉。接着马丁又安排小伙在旁边挖了一个深坑，然后往里堆满大大小小的石块和沙石，上面再铺上一块大石板，就完成了浴室的排水系统。接着老马再拿捏出浴室墙体的框架，在密封墙体的同时还将热水器给安装好。在年轻人的帮助下，工作效率直接乘以10。这看似简单的小小的浴室还设计了干湿分离，浴室外面则是他的户外厨房。老马安装好水龙头，搬来了冰箱，为了在洗澡时也能欣赏夜景，马丁并没有给浴室安装屋顶，但给户外厨房安排一个挡雨棚就非常有必要。接着马丁用方木钉在墙上制作出一个架子，然后找来2块板两边打孔后，用木钉和白乳胶进行拼接之后再打磨平整。安装到架子上就得到了一个牢靠又美观的操作台。尽管厨房有些简陋，但马丁还是想办法尽可能多的安排一些置物架。与此同时，老马还不忘在墙上给他臭美用的镜子留有一席之地，估计是想做饭手油时还能顺便抹抹头。而为了增加储物空间，浴室的另一面墙体也不能浪费，马丁在上面安装上了个大橱柜，再将门板和挡雨棚安装好，以后用来储藏里面既不用担心受潮的同时还能防止被杰瑞电击。忙完这些，现在马丁石屋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，以后再忽悠免费劳动力上山玩耍就会方便很多。自从马丁搬到阿尔卑斯山，许久未见的父母第一次来看他，看着至今仍未成家的儿子，年迈的母亲眼里满是担忧，她默默地拿出缝纫机帮马丁缝补好破洞的衣裳，而老父亲则拿起工具帮他修剪屋旁的树枝，然后再打理打理马丁的菜园，传授他一些种菜的经验。不过看到儿子现在过得挺好，他们也就放心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马丁放下手中的事，带着父母尽情地游览附近的山水。要不是上了年纪，老父亲都想在这也买栋房子安享晚年。等父母离开之后，马丁终于拿到了建筑许可证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现在终于可以开始石屋的改造了。为了能安全地移除屋顶上厚重的石板，
接下来，马丁首先要搭建出安全牢靠的脚手架。